雨池，你总算来了，快帮我把佳琪的包放后备箱，外面太冷了。姚雨池，这是什么意思？嗨，妈，我和佳琪才结婚嘛，她对我占有欲和掌控欲比较强，以后你注意点边界感就没事了。边界感？哼，就算是亲母子也得有边界感，是吧？行，你说的对。那既然要讲边界感，以后我的卡你们就别刷了，你们的房贷、车贷我也一概不插手了。哎呀，妈，你又来真的，至于吗？佳琪贴这个真不是冲你。你看妈，你仔细看这上面写的，女人和亲妈不能做，重点是这个和字，这下看清楚了吧？其他那些女的是女人，你是亲妈，这是两码事儿。佳琪根本没骂你，这道理很简单嘛。哼，真是好一朵盛世白莲花，这种指桑骂槐又当又立的手段，也亏他想得出来。怎么掉了个头绳在这儿？妈，你动它干什么？那是佳琪夹在上面查岗的机关。完了，这下我跳进黄河也解释不清了。我就是想补个妆，我这就打给佳琪解释啊。佳琪啊，我是妈，我不小心碰掉了你夹在雨池车上的那个头绳。哦。忘了你不能坐这儿了，去后面坐。后排是接客位，你老在前面站着像什么话？佳琪还在家等你，去晚了她又该怪你了。老婆，我们回来了。去机场20分钟，排队10分钟，满打满算也就50分钟。你为什么花了1个多小时？老婆，我就是帮我妈拎了下行李，就一下。真就稍微耽搁了那么一小会儿。撒谎，是我不愿意踏进这个家门。他在楼下苦苦哀求，软磨硬泡，才耽误了这么久。这一路我反复告诉自己，我是开明的母亲，不跟儿媳抢儿子，不为难他，不破坏他们小家庭。是我耽误时间了，东西买的有点多，手脚慢了。妈，慈母多败儿，你少替他打掩护。你跟我说实话。姚雨池是不是在路上遇上了什么小情人、老人，才耽误这么久？你替他瞒着什么？佳琪，话不能这么说，哪有的事？看时间，你们还没吃午饭吧？李阿姨今天怎么没在？李阿姨，我开除了。开除？做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把人开除了？做得好？那个老女人天天对着雨池抛媚眼，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我看不下去就开除她了。李阿姨抛媚眼，她都50多了，平时看着最是老实本分一个人。哼，有些女人就是不服老，一把年纪了，在家还涂脂抹粉的，给谁看？要不是想勾引雨池，怎么可能这样？我知道她这话其实是说给我听的。随你，你觉得不合适，开除了也好，反正这个家你才是女主人。听说附近开了家新餐厅，中午了。我请你们去吃吧。天天就想着出去吃。厨房里有菜，你随便煮几个就行了。我的忌口，雨池都记在本子上了，就在厨房。以后你也得好好记着。我常年在外跑工作，厨房于我而言只是个摆设，所以我不会做饭。不会做饭？那你什么意思？要我这个儿媳妇反过来伺候你吗？现在谁不知道儿媳才是家里的宝贝？谁家婆婆不是夹起尾巴做人，伺候全家的？你倒好，一年到头打扮的花枝招展，满世界飞。你自己出去问问，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婆婆？郭佳琪，我四处飞是为了工作，是为了赚钱，养活公司，也养活这个家。工作
说的跟真的一样。你都这把年纪了，还死攥着公司不放，不就是为了让我们依赖你，被你拿捏吗？你要真觉得累，就把公司和财产全交给我和雨池，以后你在家干活，我们出去当老板，这不正好？妈，都少说两句，佳琪她真没那个意思。佳琪是心疼你，想你就在家享享清福，别再那么累了。当然，这也就是我们的一点想法。对了，妈，你不是给佳琪带了好多礼物吗？快拿出来看看，她肯定喜欢。哼，我才不稀罕！真正的好婆婆是不会天天用钱来打发自己的儿子儿媳的。说的好听是给我送礼物，但是她也不想想，她的钱不就是我们的钱？要不是她霸占着公司，霸占着钱，我需要她给我送礼物，我要什么不会自己买吗？这就是花我的钱买礼物给我，难道我还要感恩戴德不成？我又不是傻子，你就是想逼我们离婚不是？你为什么总是要惹事呢？我在路上就跟你说了，佳琪不开心，难道你不知道吗？还不快给佳琪道歉！我惹事？我惹什么事了？我有做错什么吗？我给你们赚钱，让你们心安理得的啃老错了？花我的钱为你们买礼物错了？还是说我这个亲妈坐了你的车就该被拉出去枪毙？姚雨池，你看看你妈！你为什么就不知道让着她一点？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该把你带回来。你怎么越老越不省心，就见不得我好吗？我知道你以前被奶奶欺负，可你不能因为淋过雨就来撕我的伞啊！这就是我倾重心血养大的儿子，拿我的苦难来刺向我。走，现在就走，别碍事。怎么了？我就是要让他去见，我就是看不惯他那老骗人的模样。我们明摆着要他滚了，他还在门口不肯走，还在那里敲门，这算什么？难道今天晚上还想住在我家吗？老人，怪不得人家说单亲家庭不能嫁，他这么多年没结婚，早就心理变态了。估计在他心里，早都把你当成你爹的替身了。哼，当初我试婚纱问他哪件好，他就回我哪件都好。我当时还以为她是不多事的好婆婆呢，现在想想，她就是觉得我配不上好看的，怕我比她美。还有上次，她自己有司机，为什么非要你送？你就是故意在这和稀拿？你是要当妈宝男跟她过一辈子吗？滴滴，请重按手指。滴滴，验证失败，验证失败。哈，你以为我会留着你的指纹？我早删了。看清楚了，这是我家，给你5分钟从这栋楼消失，不然我立刻报警说你骚扰。妈，你先回去吧，这事儿真的是你错了。我们本来是要开门的。可是你竟然自己按指纹，这真的太没边界感了！你赶紧走吧。崔董，温度合适吗？尊重祝福，出钱买房办婚礼，不插手生活。我年轻时候被婆婆欺负过几次，所以想着不能让郭佳琪重蹈我的覆辙，连重话都没跟郭佳琪说过一句。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婆婆。老结果因为坐了副驾，用了一下化妆镜，就被指着鼻子骂老笨人。我发誓，老婆永远排第一。妈算什么东西？既然你们这么想要边界感，那我就给你们最纯粹的边界感。吸着我的血，还想给我办葬礼，做梦！张助理，通知财务部和银行，把我名下给姚雨车、郭佳琪开的所有附属信用卡立刻做停卡处理。另外通知法务，停止替他们代开那套江景大平层和奥迪车的房贷、车贷，立刻执行，不得有误。
妈，怎么回事？我和佳琪的信用卡怎么全都被冻结，刷不了了？哦，这个啊，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我觉得佳琪说的太对了，我对你们管的实在太多了，就算是亲母子也得有边界感，不是吗？所以我把卡停了，房贷车贷我也不插手了，给你们彻底的自由。妈，你开什么玩笑呢？我知道这段时间我们没联系你，你生气了，可我也是没办法呀。你上次来家里，把家里搅得鸡犬不宁，佳琪气得几天都起不来床，我那是为了调和才故意不联系你的。没事儿，我没生气。你们说的对，佳琪是女主人，我不该有你家密码，不该坐副驾，但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的就是给你们钱。毕竟给你们钱，就会让你们产生低我一等的错觉。为了让你们保持高贵的自尊，我只能停卡了。你看，没停卡之前，咱们好几个月都不联系，一停卡你电话立刻就打过来了，娘俩还能这么轻声细语的说话，可见这办法真是管用至极。妈，你误会了，我打电话真不是为卡，是佳琪，她知道错了。我们正商量着去专柜挑个最好的礼物给您赔罪，让您高兴高兴呢。哦，既然是给我买赔罪的礼物，怎么是刷我的卡呢？这不太对吧，姚先生？没事儿，礼物不用给我买了，你们还是留着钱吧。毕竟下个月的房贷和车贷就得你们自己自食其力了。妈，你非要这样吗？我承认上次佳琪说话有不对，可事情是你先挑起来的。我先挑起来的。你是我妈，可跟我过日子的是佳琪，你坐副驾就是过界了。你当时好好道个歉，给佳琪做顿饭，这事儿不就完了吗？佳琪说的对，你以前的好都是装的，你就是想拿捏我，现在拿捏不住了就断我钱，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屈服吗？我没空拿捏你。还有，我劝你少在这里说激怒我的话。我现在只是停了你们的卡，不帮你们交贷款而已。你别忘了，房子车子虽然是你的名字，但实际出财人是我。如果你毫无感恩之心，我不介意起诉你们，收回一切。我是你唯一的儿子，你的一切本来就是我的，你现在这样对我，你会后悔的。我的确后悔。董事长，您要的单方解除亲属关系告知及债务清算协议和遗嘱第4修正考案已经根据您的最终意见拟好了。遗嘱里关于继承人部分写清楚了吗？写得非常清楚，具有完全法律效力，只要您签字，立刻生效。把这份解除关系告知协议用 EMS 寄到姚宇驰的户籍地址和现住址，确保他本人签收。遗嘱副本按程序公证归档。喂，三姨。佩珍啊，宇驰刚刚打电话来跟我借钱，哭的那叫一个惨啊！他说你有了个小30岁的新欢，为了这个新欢要把他们小两口赶尽杀绝啊！真的假的？小30岁的新欢，好一个倒打一耙！我不给钱就造谣我包养小白脸，用最下作的手段毁我名誉，博人同情。好，真是我的好儿子。雨池，我们不能再这样小打小闹坐以待毙了，我们必须去你妈的公司，去她老巢。去公司？你疯了？那是我妈的地盘，是崔氏，我们去了能干什么？她叫保安把我们像垃圾一样扔出来怎么办？扔出来？她敢吗？你睁大眼睛看看自己，你是什么身份？你是她唯一的儿子，法律上、血缘上都是。我们不是去打架斗殴，我们是去求一个公道。是去让所有人看看，我们才是被逼到绝路的受害者。你动动脑子想想，你妈那种人，现在最在乎的是什么？是钱吗？她有的是，是她那个破公司，是她崔董的身份，是她在人前那副成功企业家、完美女人的脸面。我们只要往她那儿的公司大厅一坐，把她是如何冷血无情，逼亲生儿子走投无路的事情一说，那些员工会在背后怎么议论她？她的合作伙伴听说了会怎么想？她的脸，她那高高在上的形象还往哪儿搁？
他为了息事宁人，为了保住他的公司形象和社会脸面，就一定会妥协。到时候别说是房贷车贷，就算我们趁机要一笔封口费、精神损失费，他也得咬着牙乖乖给。雨池，你想想，这才是真正的打蛇打七寸。可这样闹上门去，会不会太难看了？毕竟那是我妈的公司。难看？你现在知道要脸了？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什么日子？银行天天打电话，信用卡账单马上逾期期变成黑户，饭都快吃不上了。是你妈先不仁，把事情做绝的，我们只是去拿回本来就该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有什么错？听着，我去联系我那几个最会来事的姐妹，让她们务必到场，还得准备显眼的横幅，白纸黑字，就写无良恶婆婆吸血压榨逼死儿媳，黑心资本家还我血汗钱，天理何在？要醒目要惨，到时候你就是哭你妈不容易，哭你现在活不下去了。我负责闹，吸引所有人注意，我们里应外合，把这场戏给我做足了。我就不信他崔佩珍能当着全公司那么多人的面，对他亲儿子见死不救。好，听你的，就这么办。大家快看，别被他这副道貌岸然、高高在上的样子给骗了，他最会演戏了，他现在就是在演戏给你们所有人看。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曾是这家公司的员工，他就是仗着自己是董事长，公报私仇，疯狂打压我，天理何在啊？你们今天不站出来说话，难道不怕明天他也同样对你们吗？员工？这位女士，你声称你是我们崔氏集团的员工。根据本公司员工名册记录，收录了从集团总部到所有子公司在职、离职乃至实习期的所有人员信息，经核实，并无郭佳琪女士的任何记录，即你并非本公司员工，你的指控纯属捏造。各位同事，请安静。占用了大家的工作时间处理这场闹剧，我很抱歉。此事与公司业务无关，纯属我与前家庭成员之间的私人财务纠纷。纠纷的核心是，在他与全子短暂的婚姻存续期间，两人的一切高额消费均由我个人资产支付。现郭女士因不满财产分割，故捏造事实，试图以损害我个人及公司名誉的方式进行敲诈勒索。事实已由张律师澄清。一个能伪造身份的人，其所有言论的可信度，相信诸位都有判断。张队长，楼下那位冒充员工涉嫌扰乱秩序、敲诈未遂的郭女士，请立即清离。若欲反抗，视为暴力冲击办公场所，无需警告，直接报警，并保留追究其一切法律责任的权利。明白，董事长。废物！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我被人当垃圾一样从你妈公司扔出来，你呢？你躲在外面一动不动。那是我妈的公司，保安，那么多人看着，我能怎么办？我能有什么办法？怎么办？你就只会问我怎么办，我不管。我告诉你，姚雨池，钱，我现在就要钱。房贷明天是最后期限，车贷后天，信用卡全报了。明天这个时候你要是再拿不回钱，我们就一起喝西北风。不，我们连西北风都没得喝。有了，佳琪，我想到了，我有办法了。我妈这个人我太了解了，她吃软不吃硬，骨头硬得很。你今天去公司闹是硬碰硬，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为了脸面，怎么可能服软？但是再怎么样，她终究是个母亲，心再狠再毒，她也见不得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这块肉真的受苦。你等着，明天我就要让她亲眼看看她把她唯一的儿子逼到了什么份上。
抬贵手给我们一条活路吧。我们知错了，您停了卡，断了带，我们3天就吃了几包泡面啊！佳琪今天都晕倒了吗？您忍心吗？您是我亲妈呀，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就算我们有罪，你也断了我们的卡，难道真要眼睁睁看我们死吗？你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妈，你回答我啊！保安部 B2A001 车位，有人危险拦车，情绪不稳，存在安全隐患，请立即派2人前来处置。明白，2分钟内到达。姚先生，你好。姚先生，受崔佩珍女士正式委托，现向你进行法律要件的当面告知。第一，关于亲属关系，崔佩珍女士已依据相关法律原则及事实，单方面不可拒销地解除与你之间的法律拟制亲属关系。基于该关系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已于今日正式完全结清。这意味着自此以后，在法律层面，你与崔佩珍女士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亲属关系、赡养义务及继承权利。第二，关于财产，崔佩珍女士已订立并完成公证的最终遗嘱。遗嘱明确其逝世后名下全部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份、房产、有价证券及现金，将全额永久捐赠指定慈善信托，用于资助贫困地区教育。该遗嘱已公证生效，不可撤销。你姚雨池被永久排除出遗产受益人之外，不享有任何权利，亦无法通过任何途径主张权利。以上为法律事实告知。崔女士有一句私人口信要我转达，她说：“桥归桥，路回路，她会当自己从来没有生过你这个儿子。”哟，回来啦？钱呢？要到几个子儿了？还是又让你妈又给你气瘦了？姚雨池，你哑巴了？说话呀！到底怎么样了？银行下午又打电话了。没用的，都计划好了。他找了律师，全都计划好了。什么计划好了？说清楚，律师怎么了？他和我断绝关系了，法律上的。还有，他立了遗嘱，要把所有的钱全都捐了，1分都不留。捐了？捐给谁？捐给外面那些不相干的人，也不留给他唯一的亲儿子，他是疯了吗？都是你，没用的废物，连自己亲妈都搞不定，信用卡、车贷、房贷，我们完了，死定了！雨池，我们好像还有一条路。你妈，崔佩珍，崔大董事长，她最在乎什么？她在乎她那张脸，在乎她女企业家、慈善家、完美女人的名声，那是她的命根子。既然她要脸，既然她这么看重那张脸，那我们就帮她。帮他把那张脸撕下来，扔到全国全世界的人面前，让他们都看看这张漂亮脸皮底下是什么货色。我们开直播，就在网上对着千千万万的人说他是怎么虐待儿子，怎么逼死儿媳，怎么为富不仁，怎么把亲骨肉往绝路上逼的。网络是什么地方？谁哭的大声谁就赢了，到时候我们才是弱者，千百万网友会站在我们这边，口水都能淹死他。到时候就不是我们求他，是他要求我们了，要多少钱还不是我们说了算。佳琪，这能行吗？闹到网上人尽皆知会不会太……万一什么？万一你妈告我们诽谤，姚雨池你脑子被水泥糊了吗？断亲协议、公证遗嘱，他都甩你脸上了。我们已经被他亲手推到悬崖边上了，你还怕第二句声音太响？雨池，你听我说，你根本不懂网络，在那里没人要真相，他们要的是一个能让他们发泄情绪、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好故事。我们年轻没背景，被一个有权有势的亲妈赶出家门，这就是天生的完美的弱者。而你妈呢？亿万富婆、女强人，多完美的反派。只要我们哭得够惨，那千千万万的网友就会变成我们的刀。
来，事不宜迟，我们得把故事编圆了，一字一句，怎么说才能最戳人心窝子？不行，光有故事还不够，得让人一看就心疼。姚雨池，你现在哭一个我看看，要那种委屈、绝望、强忍眼泪的哭。废物，哭都不会。你想想我们现在有多惨，想想那些账单，想想我们马上就要睡大街。你妈是怎么对你的？她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外人，一分都不给你，她根本不爱你。对，就是这样。记住这个感觉，记住这个恨，这个委屈。直播的时候就这么哭。发预告就按我们商量好的文案发。大家晚上好。我知道可能很多人一进来就会骂我，但是今天我和佳琪真的是被逼到走投无路了，才不得不选择用这种方式把我们的遭遇说出来。我妈崔佩珍，在外面她是风光无限的女企业家，但在家里她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她见不得我对佳琪好，哪怕我只是给佳琪多加一筷子菜，她的脸色瞬间就会沉下来。她觉得是佳琪抢走了她的儿子。还有一次，佳琪在我们车的副驾上贴了一张夫妻贴纸，我妈看到了，就当着我俩的面把她狠狠地撕了下来，还指着佳琪的鼻子骂她。她不仅精神折磨，还进行人格侮辱。就因为佳琪受不了了，说了一句希望有点私人空间，她就勃然大怒，指着我们骂，说我们是白眼狼，是靠她养的狗。她甚至逼我们当着她的面跪下给她道歉。她说不跪就立刻滚出去，我们也是有尊严的人啊。我们不肯，他就真的停了所有的卡，把我们从家里赶了出来。还不够，还差一个最狠的，就用我们之前商量好的那个关于你爸的。爸，真的要拿爸出事吗？这么多人支持我，都是钱，是你不仁，别怪我不义。爸，对不起了。其实有件事，我本来打算烂在肚子里，一辈子都不说的，因为这关系到我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我不想让他在天之灵都不得安宁。大家知道吗？前不久是我父亲的忌日，那天我带着佳琪想去给我爸扫墓，我们想叫上我妈一起去，可他当时就冷冷地说他不想看到佳琪，佳琪去了会影响他和亡夫沟通感情，我们只能自己去了。可就在出门前，他把我一个人叫进书房，关上门，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冰冷又怨毒的眼神死死盯着我，然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如果我和你老婆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谁？姚雨池，如果我和你老婆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谁？妈，你说什么？回答我，我要听你的答案。今天你怎么会问这个？很难回答吗？选一个。妈，今天是爸的忌日，我们别谈这个行吗？我不知道佳琪她不会水，你会啊？就因为这个答案，她疯了，她把书房里我爸所有的东西全都砸了个粉碎，她尖叫着骂我是不孝子，说我为了一个狐狸精背叛了她，也背叛了我爸。他说我爸在天有灵，看到我这么不孝，一定会死不瞑目。现在我明白了，我妈她根本不是爱我，她只是想像占有我爸那样彻底的占有我，控制我。我只是她填补内心空洞的一个可悲的替代品。崔董早。崔董早。今天所有人都不对劲，出事了，与我有关，范围不小。张助理，你帮我查清楚网上有没有出现关于我舆论，要快。好的，崔董，我立刻去查。进。董事长，小月，有事儿？
董事长，您别听网上那些人胡说，他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您自己看看吧，他们太过分了。他只是想占有我，就像占有我爸一样。原来如此，苦肉计，网络煽动，颠倒黑白，利用王者，好，很好。董事长，您千万别难过，我们很多受过您捐助的都知道您不是那样的人，您千万不要被他们打倒。通知法务部总监和公关部总监，放下手上所有事务，10分钟后到我办公室开会。崔董，从昨晚开始就不对劲，现在公司所有官网、社交账号的后台、私信和评论全炸了，全是针对您个人的恶意攻击、辱骂。我们的核心产品页面下也完了，全是呼吁抵制的。技术部刚汇报，服务器已经紧急扩容2次了。股价呢？开盘后出现了小幅度的非正常下跌，虽然幅度还在可控范围内，但是市场的负面情绪已经开始显现了。知道了，让你们部门的人先冷静，继续监控舆情，暂时不对任何相关消息做官方回应，一切等我通知。说，崔董，刚才蓝海科技的李总打电话来说，他看到了网上的新闻，对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和您的个人声誉表示担忧。他暗示签约的事情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崔董，我们原定明天的品牌跨界发布会，合作方要求无限期推迟，说需要观察舆情。知道了，继续跟进。崔董，正在接触的晨曦资本那边风控部门刚发函，对D轮领头的尽职调查清单里新增了关于创始人公众声誉风险的专项评估。连他都不得不来电话了。喂，老郑。裴真，我就不绕弯子了，网上的东西我看了，我一个字都不信。我认识你几10年，你不是那样的人，但现在不是我信不信的问题。重点来了，今天上午我们集团内部开了个紧急风控会，你也知道，我们2家的合作项目体量太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舆论对你个人和公司的攻击性太强，已经构成了品牌关联风险。董事会那边压力很大。我明白，董事会需要什么？崔董，我个人以及我们这边一部分老人绝对相信你的人品和能力。但董事会需要一个能够快速平息舆论解决方案，你必须尽快处理干净。游戏该按照我的规则来了。姚雨池、郭佳琪，你们想要战争，我给你们战争，一场你们绝对承受不起的战争。情况想必你们都清楚了。我不想听任何关于困难的陈述。从现在开始，我只下达指令。你们负责执行，明白吗？明白。是，收到。张律师，从现在开始，把你部门最精锐的人调出来，把昨晚那场直播一帧一帧的看，一个字一个字的听，里面所有涉及诽谤、造谣、侮辱人格、侵犯隐私、煽动网络暴力的言论，全部截图录屏，标注精确到秒的时间码，保存原始数字文件哈希值。然后立刻送去公证处做最高规格的证据保全。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动用多少资源，明天中午12点之前，我要一份逻辑清晰、证据链完整，足以让他们把牢底坐穿的刑事自诉及民事索赔的完整起诉材料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明白，崔董，保证完成任务。Linda， 我知道你和你的团队现在压力最大，电话可能已经被打爆了。我的命令很简单，按兵不动。不动，崔董，现在网上已经炸了，热搜前5我们占了3个。如果我们再不引导，公众就会默认我们理亏，舆情就再也控制不住了。我就是要让他们这么认为，让他们骂，让情绪发酵，让那些不明真相、只顾发泄的人尽情狂欢。我们不回应，不解释，不煽评，不控评，这把火我要让它烧到最旺，烧到所有看客都伸长脖子，烧到所有对手都以为胜券在握，烧到没有退路。我明白了，崔董，我会稳住整个团队。监控所有舆情扩散节点、关键意见举修动向以及潜在的有组织攻击痕迹，等待您的最终指令。小李，去调取我需要的所有东西。第一，姚雨池家小区的物业监控，我要我被光着脚赶出门那天的全部录像，从进门到被推出来1秒都不能少。董事长您放心，这些资料从很早开始我就按照您的吩咐全部做了分类、加密、多端备份，我随时可以调取出来。让他们再飞一会儿，飞得越高，摔得越惨。雨池，快看，
又有一个大哥直接刷了10个嘉年华，留言说要一直支持我们，直到那个老妖婆低头认错、公开道歉为止。还是你聪明，佳琪，你太厉害了！我们才是受害者，是弱者。网上的人眼睛是雪亮的，他们都站在我们这边。谢谢家人们的信任和支持，也看到有家人问为什么不能私下进行沟通。我们何尝不想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跟我婆婆沟通，那是我老公的亲妈呀。可是他把我们所有的电话、微信一切联系方式全都拉黑了。我们去他住的地方，想去当面说清楚，可保安根本不让我们进小区大门，说业主明确吩咐不准放我们进去。我们给他打过无数个电话，发过无数条短信，石沉大海，永远都是你所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我们是真的走投无路了。崔总，别墅区物业刚打来紧急电话，说大门外聚集了很多人，有端着相机的记者，也有不少举着手机的，他们好像知道了您的具体住址，物业正在增派人手，但建议您暂时不要回家。具体状况，据物业说，有许多人围在别墅区门口吵吵嚷嚷，有些人往里头扔垃圾，看起来很危险的样子。现在还有人在做现场直播，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现场很混乱。第一，联系与我们合作的顶级安保公司，让他们立刻派人去现场处理，控制局面，保护财产。我要实时画面。第二，在5星级酒店订一间顶层套房，用最高级别保密协议。需要立刻安排车辆从地库离开吗？第三，通知法务部，同步收集现场所有影像资料、网络直播内容以及我手机上所有的骚扰信息，准备追加起诉。现在，让司机在 B3 电梯口等我，从备用通道走。明白。崔董，初步舆情报告和法务进度。通知法务部，所有证据链的交叉验证和逻辑闭环梳理24小时内必须完成。另外，联系 IT 部门核心组，启动最高权限追溯。我要知道我的信息是从哪个原始 IP 泄露出去的，所有关联账号一查到底。说，崔董，打扰，有个紧急情况，必须立刻向您汇报。刚才我们的人在酒店西侧员工货物通道拦下了一伪装成立丰快送外卖员的男人，制服后例行检查发现，他贴身藏着一个伪装成纽扣的正在工作的针孔摄像机，以及一把开了刃的战术折叠刀。我知道了。张律师，所有计划提前，我给你和你的核心团队48小时。我要看到一份按刑法条文逐项对应、证据确凿，足以让他们把牢底坐穿的完整控罪清单和证据目录，不是草案，是终稿。董事长，所有录像的原始文件未经过任何剪辑都在这里了，比他们编的那个故事精彩多了。现在到我了。张律师，可以开始了。以我个人名义正式报案，姚雨池、郭佳琪涉嫌罪名诽谤罪、侮辱罪、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及威胁他人人身安全，数罪并诉，一条都不能少。明白，崔董。所有材料均已按最高标准准备就绪，刑事报案与附带民事索赔同步进行，我立刻正式提交。以集团官方名义，在全部主流社交平台发布一封由我本人署名的公开信。是，崔董，我立刻去办。集团官博亲自下场了，这是要硬刚到底啊！我就说一个白手起家的女董事长不可能那么蠢，坐等明天打脸。老公，你看，照这个速度，我们马上就能换个大房子了，市中心大平层。他要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证据。他哪来的证据？证据？他能有什么证据？想用这种方式吓唬我们，
让我们自己先乱阵心，自己闭嘴。那我们怎么办？明天他要是真拿出点什么，怎么办？他不是要明天10点吗？我们今晚就开直播，告诉所有人，他这是要伪造证据来迫害我们。我们要哭得比以前更惨，把所有人都拉到我们这边。他肯定是在诈我们，他不可能有证据，不可能。家人们，对不起，这么晚打扰大家，我们快要被逼死了，真的活不下去了。我妈她太狠了，她要伪造证据，她要彻底毁了我们，送我们进监狱啊！他是大董事长，有钱有势，他说什么别人都会信。我们只是2个想好好过日子的普通人，我们拿什么跟他斗？他这是要用钱把我们活活逼死啊！我们不怕他，就算他能用钱堵住所有人的嘴，也堵不住这朗朗乾坤，堵不住广大网友雪亮的眼睛。只要家人们还支持我们，我们就一定能撑下去。家人们，可能是物业来查水电，雨池你去看看。谁呀？大晚上的！警察！完了，全完了。这2张图片是我所经历的这一系列事件的起点，起因是我坐了一次我儿子汽车的副驾驶座，而他们给我的回应是人格侮辱和死亡诅咒。哎呀，没天理了！我辛辛苦苦为姚家生儿育女。经核实，并无郭佳琪女士的任何记录。各位刚刚看到的只是他们公开表演的一部分，更多未曾公开的，包括我被光脚赶出家门、个人信息被泄露，乃至收到死亡威胁的完整证据链。我的律师团队已经完成公证，并正式提交。今天站在这里，我并非为了博取同情，也无意进行任何道德层面的声讨。我只想用我的亲身经历证明2件事：第一，面对谎言，沉默不是金，是纵容；第二，面对伤害，退让不是爱，是懦弱。姚雨池与郭佳琪的行为，我相信法律会给出公正的裁决。现在我想宣布的是，我将以个人名义捐赠5000万元人民币，发起成立崔佩珍反网络暴力与信息侵害公益基金。我所承受的一切，不应该再有任何一个人去经历。这个基金会将为所有遭遇类似困境的受害者提供完全免费的法律援助、心理干预与隐私保护支持。妈，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这一切都怪郭佳琪那个毒妇。是他天天在我耳边说你还年轻，万一你找个男人重新生个孩子，我就什么都得不到了，我就完了。我是被他蛊惑了，鬼迷心窍，才会信了他的鬼话，才会同意去找人的。妈，反正你也没真的受到伤害，而且你就我一个儿子啊，你忍心看我在里面待10几年吗？只要你放过我，我出去立刻就跟他离婚，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妈，你就当是看在我爸的面子上。你该庆幸你爸走得早，不然就你爸那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脾气，看到你今天这副样子，估计不用等法律，他会先活活把你打死。至于我没受到伤害，姚雨池，我没受到伤害是因为我运气好，防范严，不是因为你手下留情。我没那么蠢，会去原谅一个喂不熟还想反咬主人致死的白眼狼。那你今天来是来看我笑话的？这份是你当初撕掉没签的协议，我自然是来找你签这个的。我不签，我死也不签，签了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妈，你不能这么绝情。签了它，作为交换，我或许会考虑向法庭出具一份关于某些事情的谅解书。我签。签了，我签了，我的谅解书，你答应我的，快给我。哦，谅解书啊，我是说可以考虑出具一份关于你把我光脚赶出家门那件事的谅解书。至于其他的几项刑事指控，
都不在我刚才所说的谅解范围内。祝你好运，姚先生。骗我！他骗我！走吧。各位，今天临时召集这个会，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宣布。我决定从今日起正式辞去集团董事长以及所有相关子公司的执行职务。崔董，这绝对不行啊！您是集团的创始人，是灵魂，没有您，这艘大船往哪儿开？是啊，崔董，是不是这段时间太累了？您完全可以先休个长假，1年半载都行。集团需要您坐镇啊！集团很好，在座的各位也很好，但是我想我累了，集团就交给在座的各位了，拜托大家了。崔董，我还是想不明白。小李，以前我做所有事儿，为父母，为丈夫，为孩子，为员工，为公司，是为别人扛着。现在，我想为自己活一次。前往N国的1579次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各位旅客前往 A12登机口。我来了。再见了，我的过去。麻烦给我一杯红酒，谢谢。致新生。见鬼！各位旅客，我们正在穿越一片不稳定气流区，请您暂时回到座位，系好安全带。过去了。值得了，一切都值得了。女士，让您受惊了，需要再添些红酒压压惊吗？好的，谢谢。为生命，为这第2次机会。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很抱歉通知大家，由于露丝机场突降暴雪，机场跑道关闭。为确保各位的安全，经与空管紧急协调，本航班将备降N国北部的特斯机场。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开什么玩笑！我明天早上还有个极其重要的并购会议，这下全完了。你们航空公司怎么安排的？就是啊，这鬼天气，我们是不是要在这冰天雪地下过夜了？那里似乎更靠北，更接近那片白色的冰川了。命运的安排总是如此巧妙，暴雪把我吹离了既定的终点，却可能把我送回了真正的起点。去布德吗？是的，
外面的世界真不像人间。是他在跳，还是大地在跳？那是什么声音？是风穿过峡谷的呜咽，还是冰川的呼唤？第3季度援助数据报告，各部门最后核对一次，明天中午前汇总给我。另外，我们跟进的第63号案例，那位被前男友恶意 P 图网暴的女士，法院的胜诉判决书已经收到了，公关部可以着手准备新闻稿，重点突出法律胜利和心理重建。小李姐，打扰您了，前台有您一封邮件，是国际评信，需要您签收一下。国际评信，好的，我马上下来。